大家好，欢迎来到佛禅。全红婵，这位在东京和巴黎奥运会上荣获女子10米台跳水冠军的运动员，在东京奥运初获胜利后，曾坦言希望将奖金寄回家为母亲治病。她的这番质朴而感人的话语引发了众人的共鸣，令网友们为之感动。全红婵从未遮掩过自己家庭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她表示自己的生活一直以训练为主，童年几乎没有享受过快乐，甚至连动物园都未曾去过。母亲身体不好，家里孩子众多，经济拮据，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当时全红婵训练的场地也由于经费短缺，只能选择最为破旧的。这些艰难的情况表明，全红婵并非在夺冠后才渴望改善家庭条件，而是在此之前，她和家人可能极少得到外界的帮助。如今，全红婵不仅成为了国际知名的跳水冠军，她的家庭也逐渐摆脱了贫困，周围友善热心的亲友纷纷涌现，各种资源也纷纷向她倾斜，可谓是锦上添花。甚至他家门前的道路都连夜进行修建，以欢迎他的归来。这让人联想到黄渤老师曾说过的类似的话，在未走红时，在片场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各种手段、心机和勾心斗角层出不穷，而在走红成名后，身边都是好人，走到哪里都有人嘘寒问暖，看到的都是亲切的笑脸。人类的本性往往如此，趋利避害，攀比虚荣是其固有特点。我们不应只是空谈人情淡漠，而应专注于提升自我，以增强自身的实力。全红婵和黄渤老师都是普通人逆袭的典范，他们身上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们甘愿承受困难和屈辱，不断提升自己，最终赢得了应有的成功。我还记得自己在12、13岁时，因健康问题不得不休学，当时请求远房亲戚帮助，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这让我和父亲感到十分难堪。多年后，我在省城安家，经济状况远远超过了当年那位亲戚的子女。父亲至今仍对此事心怀不满，时常感慨，如果亲戚当时能伸出援手，情况会有多大的不同。然而我已经释怀，因为他的拒绝或许成就了今天的我。对于那些给予我们帮助的人，我们应心怀感激并努力回报；对于那些磨砺过我们的人，我们无需心存怨恨，正是他们的严苛锻造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正如尼采所说，那些无法打败我们的，终将使我们更强大，唯有强大自己，才能抵御一切。如今的全红婵凭借个人的努力，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周围充满了友好和善意。在现实中，话语权是通过实力争取来的，尊严是通过坚定的行动来捍卫的。愿我们都能磨砺自己，保持锋芒，以维护自己的尊严。同时，全红婵的奋斗历程也提醒我们，成就并非一蹴而就，背后需要辛勤的付出、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在困难面前的坚韧。每个人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都会遇到各种挑战和挫折，关键在于如何应对这些困难，并从中汲取力量，不断提升自己。在当今社会，竞争日益激烈，仅凭一时的运气或外部的帮助难以获得持久的成功，个人实力的提升和内在素质的培养才是立足的根本。全红婵的经历告诉我们，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不断进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赢得尊重和话语权。听听全红婵哥哥的话，一人的事，全家光荣。全红婵的经历
正是这句话的有力证明。这个来自农村的小姑娘在奥运会上一举夺冠，从此全红婵和她家族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全红婵毫无悬念地获得了跳水项目的金牌，风光无限。但她的荣耀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全红婵出生在广东省湛江市的一个贫困家庭，父亲是朴实的农民，母亲身体也欠佳。在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中，全红婵从小就非常懂事。7岁时，她被选入省队，开始了跳水生涯。谁也没想到，她这一跳就跳出了一片新的天地。全红婵天赋出众，训练刻苦，很快在各项青少年比赛中崭露头角。然而，成功的背后是无尽的痛苦。离家训练意味着长期与家人分离，高强度的训练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但全红婵从未喊苦喊累，她深知这是改变家庭命运的机会，也是实现自己梦想的途径。功夫不负有心人，2021年东京奥运会，14岁的全红婵一鸣惊人，成为中国队史上最年轻的奥运冠军之一。从贫困山区到奥运领奖台，全红婵用自己的努力诠释了只要努力，梦想就会实现这句话。如今的全红婵已成为中国跳水界的一颗新星，但她并未因成功而骄傲自满，反而更加努力和谨慎。尽管别人认为她已经很完美，但她深知自己还需要不断提高。奥运金牌不仅是荣誉的象征，更是财富的象征。全红婵夺冠后，收入变得非常可观。小年纪的她已经能够为家人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然而，财富的突然降临也带来了一些烦恼，媒体的关注、邻里的议论，甚至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骚扰，都给这个原本平静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曾有媒体采访全红婵的父亲，询问全红婵的奖金高达1000万，家里生活变好是否靠他的奖金？全红婵父亲面对记者的提问，表示不太清楚。全红婵也长大了，不方便过问。当然，奖金对家里有帮助，但大家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能全靠全红婵一个人。他的三观非常正，既没有否认全红婵对家里的帮助，也没有依赖全红婵的收入养活家人。全红婵的母亲在这个过程中也表现出色，她没有对财富抱有执念，而是更加注重孩子的教育，经常提醒全红婵要继续努力，不要被荣誉和金钱蒙蔽双眼。她的朴实和理智为全家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全红婵的父母虽然是普通农民，但他们对女儿的教育和未来有着独特的见解，也知道不断求学是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因此，当全红婵被选入省队时，尽管舍不得，他们还是毅然支持女儿追逐梦想。不仅如此，全红婵的兄弟姐妹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全红婵还小的时候，兄长就承担了许多家庭责任，让父母能够有更多精力关注全红婵的训练。全红婵的大哥放弃了自己的学业，早早外出打工，为家里减轻经济负担。这种无私的奉献无疑给了全红婵更大的动力。也有媒体采访过全红婵的哥哥同样的问题，生活变好是否靠妹妹的奖金？全红婵哥哥给出了正面回答，他表示奖金是全红婵个人所得，全红婵很懂事，经常给父母汇生活费以表孝心，但这一家人从未靠全红婵的奖金过日子，也不好奇奖金究竟有多少。全红婵哥哥转行做电商，
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有人认为全红婵哥哥在蹭热度，把全红婵当作赚钱的工具，但全红婵哥哥表示，妹妹不是赚钱的工具，非常感谢妹妹带来的流量，妹妹也有自己的生活。这种三观正直的家庭和无条件的支持给了全红婵无穷的力量，即使在训练最艰苦的时候，想到家人的期待和鼓励，她也能咬牙坚持下去。以前全红婵一家住在简陋的房子里，生活条件艰苦。如今他们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家里添置了各种现代化电器，生活质量显著提升，哥哥也有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家庭收入大幅增加。奥运冠军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全红婵年轻阳光，充满正能量，是品牌商们争相追逐的对象。许多知名品牌向她抛出橄榄枝，其中不乏国际大牌，但全红婵并未轻易接受商业代言。这种态度无疑是明智的，毕竟他还有很长的运动生涯要走。这种理智和克制的态度不仅体现了这个家庭的智慧，也为全红婵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明白，真正的财富不是一时的高收入，而是持续的竞技能力和良好的社会形象。全红婵的家庭既享受着成功带来的福利，又保持着朴实无华的本色。这种平衡不仅让他们顺利度过了生活的巨变，也为全红婵未来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相信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全红婵一定能保持初心，在跳水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展望未来，全红婵的道路还很长，让我们共同期待这个来自农村的小姑娘在未来的赛场上继续绽放光彩，为国争光。巴黎奥运会已经落幕，运动员们陆续回国。昨天，全红婵一条感谢陈芋汐的微博上了热搜，她感谢与自己并肩作战的搭档陈芋汐，一起守住了女台的阵地，并表示下个赛场见。众所周知，在巴黎奥运会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和全红婵这对跳水双子星以完美的动作毫无悬念地夺得冠军。央视解说员感慨地评价道，他们没有惊动这片泳池，却惊艳了全世界。然而，尽管动作如出一辙，风评却两极分化。相比几乎清一色好评的全红婵，陈芋汐身上的争议明显更多。在女子单人10米台决赛以微弱差距获得银牌后，面对记者关于在同一个项目上输给同一个人2次是什么感受的提问时，陈芋汐第一次失态落泪，主要是因为一些外界的否定。陈芋汐的眼泪并非因为位居第2的名次，而是因为由来已久的外界质疑与轻视。似乎大家都忘记了，在全红婵如黑马般横空出世之前，陈芋汐也曾被冠以跳水天才少女的称号。一个出身体育世家，一个横空出世，在外人看来，这对双子星既相互成就，也必然伴随着较量，光芒此消彼长。但如果只专注于他们自身，会发现他们的相似和相异更多是在同行的道路上不断向上激励着彼此。他们是双人台上最好的队友，也是单人台上最好的对手。全红婵和陈芋汐的故事是关于2个女孩的故事，也是关于奥林匹克精神的故事。在巴黎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10米台比赛夺冠后，陈芋汐一把抱住跳起来的全红婵，全红婵则像个袋鼠一样挂在陈芋汐身上，走下10米跳台，褪去冠军的光环。全红婵和陈芋汐就成了小女孩小红与乐乐。乐乐是陈芋汐的小名，
小红这样评价他，他挺内向的，不怎么爱讲话。乐乐评价小红，他话不少，小嘴十分能讲。7月31日，女子双人10米台结束后，有记者盯着陈芋汐的小失误提问，全红婵跳得不错，陈芋汐出现了一些失误，芋汐你怎么看？陈芋汐整个人突然陷入沉思。这时全红婵跳出来抱着芋汐，冲着记者吼道，我刚刚才安慰好，都怪你，你提这个干什么？两个人之间的相处满是孩子的真诚，不会因为被人吹捧或贬低而影响彼此。他们性格互补，总是一致对外，有时在赛后采访时，他们的人设又像互换了似的。全红婵看到媒体记者人头攒动，就想要逃跑。陈芋汐作为大全红婵2岁的姐姐，便会接过来自媒体的话筒。在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站赛后媒体采访时，当时记者用一连串的全英文提问，全红婵显得困惑，她努力捕捉着话语中的关键信息，却仍不明白。全红婵果断向陈芋汐投去求助的目光，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陈芋汐敏锐地察觉到了妹妹面临的困境，迅速地为全红婵同步翻译了问题，避免全红婵可能遇到的尴尬和紧张。而后在纪录片《绽放巴黎》中，我们看到原本最怕读书的全红婵，受到陈芋汐的激励，也主动上网课学习英语。在这样的良性互动中，两位性格迥异的少女真正意义上做到了我的背后有你。亚运会期间的快手直播冠军来了采访中，两人被问及单人项目和双人项目哪个压力大时，他们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全红婵说，单人跳压力更大，因为双人跳台身边有陈芋汐，她会比较安心。陈芋汐说，双人跳压力更大，因为双人跳只有他们一组，她必须保证不能出错，才能为中国队获得这枚金牌。而单人还有全红婵托底，她会更放心。不过有时候饭圈文化也会侵入他们的舞台之上，带来一定的不和谐因素。2023年全国跳水锦标赛女子10米台决赛结束后，一位现场粉丝不顾工作人员劝阻，在看台上大吼，我就要说207407动作给全红婵分数打低了，媒体要把这件事情曝光出去。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全红婵显得有些无奈，对粉丝说，你别讲话了吧，体育饭圈化现象存在已久，本应聚焦于比赛场上的目光，却转而成为窥探运动员私人场域的利剑。好在这样的场外干扰也丝毫打搅不到他们彼此的感情，毕竟真实相处的是他们二人，而不是跟粉丝、双子星彼此照耀。我们习惯性把一些优秀的双人组合都称为双子星，而对于全红婵和陈芋汐这对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跳水双子星，他们何以独一无二？很多人也许还没有清晰的概念。他们从2022年开始搭档，彼时全红婵已完成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首秀，3跳满分的成绩让世界记住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小女孩。而陈芋汐早已在首次参加世锦赛时便拿下了女子单人10米跳台冠军，东京奥运会上亦与张家齐一起夺得女双10米台的金牌。东京后的3年里，只要是全红婵和陈芋汐搭档参加的女子双人10米台国际比赛，冠军全都被拿下，毫无悬念可言。但当他们每单人出战，各自站上10米跳台时，比赛结果就变得充满悬念。当然，悬念也只是属于他们2个人，谁夺冠谁居亚军，仅此而已。3年里，
他们同场竞技了15次，全红婵夺冠5次，陈芋汐夺冠10次。这个组合的奇妙之处，不仅在于他们作为队友登上双人跳台时的默契，更在于作为对手，他们也在单人跳台上互相激励，彼此成就。最经典的比赛莫不过2023年7月19日福冈世锦赛女子单人10米跳台决赛。那天看台上座无虚席，焦点全在全红婵和陈芋汐身上。看单场分数，全红婵拿过466.2的高分，而陈芋汐对阵全红婵时的最高分为438.9。看单个动作，全红婵多次在 207C 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出现失误，而这个动作恰恰是陈芋汐的拿手绝活。2022年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全红婵正是第3跳在 207C 上出现失误。陈芋汐虽然前2跳得分不及全红婵，但最终以 0.3 分的微弱优势夺金，卫冕世锦赛冠军。感冒美好的陈芋汐在比赛开始前并不被看好，预赛和半决赛都是第2名的成绩。令人意外的是，一站上决赛的跳台，陈芋汐就势不可挡。陈芋汐用 457.85 分的成绩创造了职业生涯的新高分，也创造了世锦赛该项目3连冠的历史。在各种纪录片和采访中，我们能看到陈芋汐不止一次感谢全红婵的出现，带给她进步的动力。我都把自己卷成450多分了，我以前怎么敢想，如果没有小红的出现，我现在可能都跳回390分了。陈芋汐在纪录片《绽放巴黎》中这样说。而在今年的多哈游泳世锦赛跳水比赛中，全红婵以 436.25 分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单人10米台冠军，陈芋汐则以 427.8 分摘银。全红婵和陈芋汐的决赛对决被视为神仙打架，事实证明2位天才少女也没有让人们失望。全红婵这次非但没有在她频频失误的 207C 上掉链子，反而交出完美答卷。7位裁判有4位裁判给出满分10分。207C 这个难以逾越的坎儿，她也终于跨过去了。全红婵说，现在跳 207C 很自信了。全红婵在2022和2023年世锦赛决战2连败于陈芋汐之后，这次终于打败自己的天才好友，圆了世锦赛冠军梦。随着世锦赛冠军入账，及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女单10米台金牌于一身的全红婵，也实现跳水生涯大满贯，将自己的名字载入梦之队的史册。关于2人在单人项目里的竞争，在杭州亚运会后的采访中，全红婵表示，我和陈芋汐的良性竞争很正常，习惯了陈芋汐在身边。全红婵会觉得单人赛就感觉身旁少了个人，然后就自己去跳了，感觉还是有点紧张。我们俩从2022年以后就一直配合，共同进步，我们2个是最好的搭档，在场上是对手，场下我们是最好的队友。全红婵这样说。这2颗在跳水界无人能及的星星，之所以能称之为最好的双子星，也许是因为它们实在难以比较，它们都足够闪耀，于是彼此吸引，交相辉映。回头看全红婵和陈芋汐的成长经历，迥异的背景让他们成长为不同的样子，但是因为奥林匹克，这2条不同的溪流相交汇合，流入更广阔的大海之中。再回到他们相遇的第1个大赛场，如果东京奥运会没有延期，全红婵就会因为年龄没到14岁而无法参赛，往后的每一个变数都是未知。有人替陈芋汐惋惜，阴差阳错赶上横空出世的全红婵，
是一个寄生于何生亮的残忍故事。然而，他们相遇之后，绝不是鱼与亮。这3年来，两个姑娘你追我赶，互相成就彼此。他们是陪伴者，也是人生新高度的助推者和见证者。史铁生在《我的梦想》中写道：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火为何而燃烧？那不是为了一个人把另一个人战败，而是为了有机会向诸神炫耀人类的不屈。命定的局限尽可永在，不屈的挑战却不可须臾或缺。也许这就是奥林匹克的意义，无关背景，只因为不屈的毅力和勇气，让两个原本不相交的人在山巅相遇，并肩前往更高的山。如果您觉得本视频还不错，请点击订阅并给佛禅点赞，不要忘记分享给您的朋友，感谢您的支持。